希姬。实不相瞒，实不相瞒，朋友们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自己当明星了，但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明星，因为大众对明星有很高的期待，期待他们有高尚的品格、完美的外表，而我没有高尚的品格。确实，现在比以前更红一点了，应该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感，但也是因为比以前有钱了一点儿，这个道德感呐，有一些滑坡，可以说是穷人还没乍富，小人已经得志了。今天小人主要是给各位禀报一个吵架的故事啊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跟谢谢、月明3个人去游乐园里面做，这个是拍给号的吗？这个是拍给那个小人。OK， 去年年底，我跟谢谢和月明3个人一起去游乐园里面坐过山车。我们当时下定决心买了快速通道，因为想坐第一排。检票的人跟我们说前面没有人，我们上去就是第一排。结果我们上去之后，发现已经有一对情侣坐在第一排了。我说：“哎！”上去我说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那我怎么办？我后来回想起这2句呀，我好像去抓奸的。那对情侣就说，他们2个人是上一波没有坐上车的乘客，因为上一波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的父母一起来的，那个小女孩呢身高不够，她的父母就自己去坐了，然后他们俩就自愿留下来照顾这个小女孩。我根本不相信，你们相信吗？哎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和这么爱负责任的情侣？真的，如果有人跟我说，我要自己去玩了，你照顾一下我的女儿吧，我只会说要照顾多久啊？要到她上大学吗？我当时非常笃定，他们2个人就是上一波做完之后没有从离开的通道走，直接过来重新做的。我之所以会这么想，因为我每次都想这么干。我当时就问他们，我说那小女孩在哪儿？没看见啊。他们说被她的父母接走了呀。我说哇，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我当时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明明是钻空子，竟然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高尚的借口。我就说不可能，你们就是骗人。他们竟然说你先不要着急。我说欧某，太会演好人了吧？什么都要站着呀，高尚你要站着，大度你要站着，第一排你倒是坐下啦。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。好吧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吵，因为后来那个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把我们团团围住，开始看热闹。他们2个人声音就越来越小，因为人都要脸嘛。我也想要。但我有职业病，观众越多我越兴奋呐。但我同时又感到很心慌，因为我也不是这么经常的没有素质，当时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。我看着那帮围观群众，我的心急，我怎么光看呢？来劝劝我呀！没有人理我，我只能跟谢谢使眼色。谢谢很聪明，不愧是北大的，马上就要 get 了。谢谢说，那叫工作人员过来评评理吧。我说不用啊，你也可以评啊。你是一个大人了，谢谢。我后来看着工作人员朝我们这边走过来，他说：“哦，是我让这对情侣在这里等的。”我当时完全不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我说：“你们有被一句话改变过整个人生吗？”然后那对情侣这个时候掏出了手机说：“你看，这个是我们跟那个小女孩的合照。”我说你有证据，现在才拿出来。现在所有人都盯着
我看，我要怎么收场啊？我说啊，原来是误会呀，搞错了啊，没事，大家都系好安全带吧，我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了。然后那对情侣还说，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的。他就是要逼死我。我当时根本不敢看那个小女孩的照片，那个小女孩越可爱，我这个小女孩就越丑陋啊。我当时真的觉得很抱歉，但我的气又下不来，所以我对那对情侣说对不起。他们俩马上就原谅了我，像是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。他俩说没关系，人就是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。我从来没有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瞬间输得这么的彻底，家吵输了，素质也没了，人品更是不能细品。我当时感觉我每个方面都矮他俩一头，我感觉我的身高也不够了，我爸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我回家之后真的自责了好几天，我在这里想给那对情侣认真的道个歉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无端的承受了这么多。如果我当时就这么认真道歉的话，他们会把第一排让给我的吧？他俩素质那么高。但是诚实的讲啊，除了自责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害怕有人拍视频，我怕网友骂我。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不会的，就算他们认出来你是七七，也只会觉得说，像他会干的事情。其实这个事儿，如果我不讲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确实没被认出来。我讲这个事儿呢，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，比有钱人更受尊重的是道德高尚的人，但比道德高尚更受尊重的是诚恳诚实又知错能改的人。我确实做的不对，但是没有想到吧，我通过讲述这个故事，讲述我的反思，成功实现了道德领域的弯道超车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是七七。谢谢大家，小人告辞。谢谢七七。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这个任科老师这个灯，我来解释一下。好，因为七七呢，严格意义上是我的第一次看专场，应该是2-3年前。就是去年。去年啊 ，OK，sorry。他是开场嘉宾，当时呢，他就特别的有趣，也是讲了一个小人的故事。对，这就是我的本质。女娲造人，我在现场听，对我也想拍灯的。对，但我在观众席，对我只能拍凳。所以刚才那个灯，对我一下子回忆到当天在剧场看他演出的。哦，你拍的是那天的灯。七七一直延续这个，就是小阴暗的这个风格，很喜欢。我觉得你每次演的时候，我就在想我自己，比如说我身上有哪些什么小问题，就是你多发现自己身上有哪些的小阴暗，然后可能你更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把那个善意给传达出去，而且你最终那个表达的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都会有阴暗面，但是你的真诚和你的真实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就才会这么招人喜欢。谢谢。哎，你有拍戏过吗？有客串过一些电影。我觉得你好适合呀！刚才你那个生气鼓鼓的那个样子，特别像卡通人物的那个小宝宝。就想介绍你演动画片儿。我觉得最准确的一个就是他的表演能力很强，还原能力很强。其实这当然是一个小事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用你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更丰富的你说表情也好，肢体语言也好，节奏也好，把这段事说得非常的精彩。我觉得这一个问题，最后你坐到第一排了没？最后是坐上了下一轮车的第一排，可以说是跟我不吵架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。下一轮又来俩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很怕，我真的很怕。
幸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这个好像应该写进去哈，好像差了一小尾巴。下次稿子发你啊。好嘞。哎，不过我特别好奇，真的，我刚才听这事儿，当然确实您一上来就有点蹿儿跟人生气，这确实咱有点情绪激动啊。但是这个我们本来就是听工的人说，我们排的就是第一个啊，他是不是第一排跟后边不是排一趟队？按理说，有的游乐园是那样，有的有的游乐园会把那个第一排单独列出来，因为很多人想坐那个过山车的第一排，但有的游乐园就是一起排的，然后你要跟他说我想坐第一排，他说那你这边等一下，他就是同一个通道，我们去的那个就是同一个通道啊，所以我觉得你看他这也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不是说他小邪恶，因为人告他第一排没人，他才这样的，你懂我是不是？你这，哎呦，谢谢你，真谢谢你。其实讲，哎呀，这真挺紧张的，讲这个故事。那我别等会儿，那不会因为播出的时候大伙儿网暴你，把我也烧上了吧？行啊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所以你看，郭麒麟这人也没什么素质，你还跟这说什么？他也是一样的人。那必须剪进去，后期凭什么呀？真的深恶痛绝你这种人。要这句啊，老师要这句。我觉得刚才那个两位老师说的挺对，我觉得真的挺适合演电影的，因为他中间演那个段，包括模仿好几个人，其实演的非常好。有导演在那边听到吗？谢谢。台上就有导演。这里的导演也听一下，这边的导演也听一下。好嘞，谢谢七七，谢谢。爱情。